这不是恐怖片，也不是戏剧片，这是励志片。加油，宝子们！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话说这2025年的9月15号，对咱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啊，可是个有意思的日子。为啥呢？因为从这一天起啊，咱们中国对这个拿着普通护照的俄罗斯人试行免签了。这本来是一件方便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好事儿，结果呢，这个俄罗斯国家杜马啊，也就是他们议会里的一个大姐大，叫什么斯维特兰娜·朱洛娃，她的一句话，好家伙，直接在中俄两国的网上扔了个王炸，炸的那是水花四溅啊！这位朱洛娃大姐对着媒体就说了啊，要是我们俄罗斯也对中国搞互相免签证，那绝对会有一大批中国的单身小伙子跑到我们俄罗斯来找媳妇儿。哎呦喂，这话说的太有画面感了！你想想，千千万万的中国小伙怀揣着对爱情的向往，跨过山河大海，奔向西伯利亚的广袤平原，寻找自己的娜塔莎和卡捷琳娜，这简直是电影剧情啊！这话一出来，网上的评论区那叫一个热闹，有的人是拍着大腿说：“哎呀，这大姐是明白人呀，一针见血啊，说出咱们的痛点。”可也有一帮人一边笑一边摇头说：“大姐，你想的也太美了吧！真当俄罗斯是新娘批发市场呢？跨国婚姻哪有那么简单啊？”所以啊，今天咱们就借着朱洛娃大姐这句话好好的聊一聊中国小伙娶俄罗斯姑娘这个事儿呢，到底靠不靠谱？首先啊，咱们得承认啊，朱洛娃大姐不是瞎说啊，她这个判断背后啊是有着实实在在的数据撑着的。咱们先看看自己家啊，根据这个国家统计局去年底，也就是2024年末的数据，咱们中国浩浩荡荡14亿多人口啊，男的比女的多出整整3300万。我的天哪，3300万是个什么概念？这差不多是整个加拿大的人口了，相当于把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全部换成光棍啊！这还只是总数啊，咱再看精准打击的年龄段啊，25岁到35岁，这可是谈婚论嫁的黄金年龄啊！在这个年龄段里，咱们国家没有结婚的男青年有多少？说出来得吓你一跳啊，1800万！莫斯科，俄罗斯首都够大了吧？全城的人口加起来都没有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单身汉多啊，还差着500多万呢。所以你看啊，这个国内的婚恋市场是个什么情况？4个字啊，千军万马。一说相亲，好家伙，跟打仗似的，一套房一辆车成了很多小伙面前的2座大山。这压力一大，眼光放宽点，看看国外。那不是很正常的想法吗？对不对？这就叫内部循环压力大，开启国际外循环。再看看俄罗斯啊，他们那边正好反过来。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2024年的数据啊，他们的男女比例大概是0.86比1，也就是100个女的只对应86个男的，女性比男性足足多出将近1000万。这个不是个小数目，为啥会这样呢？这得从历史说起啦。2战的时候，这个苏联也就是俄罗斯的前身，打得太惨烈了，牺牲了2700万军民，大部分呢都是青壮年男性。这一场仗啊，直接把他们国家一代男人的脊梁给打断了。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了，但这女多男少的后遗症啊，一直到现在还没完全缓过来。你想想，一边是光棍筹娶3000多万的缺口，另一边呢是姑娘愁嫁1000多万的富余。从这个人口结构上看啊，这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互补啊！朱洛娃大姐能说出那番话啊，底气就是从这儿来的。有朋友可能就要说了，哎，你光说这个数量没用啊，人家俄罗斯姑娘能看得上咱们中国小伙吗？哎，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哦。说实话，你要把时间啊再往前倒个10年20年，那可能还真有点悬。那个时候啊，在不少俄罗斯姑娘的择偶清单里啊，中国男人别说是排前3了，估计连前10都进不去。那个时候是啥情况呢？俄罗斯虽然经济没那么好，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它家底儿还在。而且他们长期以来都觉得自己是欧洲人，这个文化上啦、心理上都是亲西方，所以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姑娘择偶的第一选择，那必须是欧美帅哥呀，金发碧眼，高大威猛，最好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或者法语。在他们眼里啊，嫁去欧洲就是嫁给了发达世界，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个不太好听的说法，说乌克兰啊，因为代孕产业被称为欧洲子宫，而这个俄罗斯姑娘呢，在欧美婚恋市场上也被贴上一个标签，叫传统的顾家的、适合当老婆的东方美女。哎，你看啊，这个定位都给你定好了。但是呢，转着点来了。2022年，俄乌冲突一爆发，整个世界格局都变了。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那不是急转直下，简直是自由落体啊，直接摔到了冰点。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签证咔嚓一下收得死死的，你别说嫁过去了，你就是想去欧洲旅个游、度个假都成了难事儿。那这边的大门啊，算是被焊死了。那另外一扇门呢？中国这扇门啊，不仅没关，还越开越大了。这10几年，咱们中国的那个发展啊，那叫一个坐着火箭往上窜呀！经济、科技日新月异。到了2024年，咱们的人均 GDP 啊，已经跟俄罗斯基本持平了。生活便利度上呢，确实跟咱没法比啊，所以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了择偶观呀。到了这个2024年啊，俄罗斯最大的一个婚恋网站，他们搞了个调查，结果让人眼前一亮啊，在这个25岁到35岁的俄罗斯适婚女性里啊，有42%的人明确表示愿意和中国男性交往。俄罗斯女生为什么很少嫁给中国男人呢？不是不想，就是因为机会太少了。会说中文的找不到中国男人，能找到中国男人不会说中文的。但关键的就是，我感觉中国男孩太害羞了，和我说话脸都红了，而且是一点都不主动啊！可真把我们俄罗斯姑娘急坏了。从以前的看不上，甚至有点瞧不起啊，到现在的主动了解，甚至主动追求，这俄罗斯姑娘对咱们中国男性的印象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那说到这儿，咱们就得聊聊这次免签政策的威力了啊！在这之前啊，咱们中国人想去一趟这个俄罗斯有多麻烦啊！所以说，这个免签政策啊，就像是推开了一扇大门，它让中俄两国的年轻人有了更多、更方便、更直接的接触机会。那从这个角度看啊，猪肉啊大姐说的还真不是没道理啊。但是呢，这个跨国婚姻要是真这么简单，一张签证就能搞定，那这个世界早就大同了呀。现实中的跨国恋啊，远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你选择一个外国女孩结婚，选择一个俄罗斯女孩结婚，对你个人未来的发展没有那么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俄罗斯留学我可以，我去学习俄语可以，我在当地去赚钱我可以，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找一个外国女孩结婚。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家长，你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去找一个外国人结婚。咱们中华民族的血统，很多时候还是希望能够纯正一点，能更好。很多时候你跟外国人是没有灵魂上的共鸣的，你们是没有办法产生一些链接的。可能你因为他的外貌，因为他的外形条件，或者说因为某一些东西，你短暂的喜欢上了他，但是长久以往，中俄跨国婚姻大部分都是不那么幸福的。全网都说俄罗斯女孩子多，不要彩礼，愿意嫁到中国。很多人真的相信了，在我直播间当中让我给他们介绍对象。首先我跟大家说几件事儿，俄罗斯女孩子也未必会说中文，怎么办呀？怎么沟通呀？而且她嫁给你之后，你能不能承担经济压力？因为俄罗斯女孩子嫁到中国不允许工作，至少要5年内。两个人一见钟情，爱得死去活来，决定结婚。那么接下来他们起码会有4个问题。先说这个饮食啊，咱们中国人讲究啥？热乎香，色香味俱全啊！你想想，一桌子热气腾腾的菜，看着就得劲儿啊。可是俄罗斯人呢，他们的饮食习惯啊，用4个字形容，叫冷酷到底。主要就是黑面包硬邦邦的，啃着都费劲儿啊。菜呢，各种沙拉，什么土豆沙拉、甜菜沙拉，都是凉的呀。还特别爱吃腌黄瓜、腌蘑菇，酸溜溜的。然后呀，就是这语言，绝对是最大的拦路虎。日常交流靠个手机翻译软件，说个什么你好啦、谢谢啦、我爱你了，没有问题啊。可是谈恋爱过日子，光会这几句哪够啊？你再说说带孩子这个事儿啊，那区别就更大了啊！在咱们中国，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帮忙带孙子，那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老人的乐趣和责任。但是在俄罗斯啊，他们的观念更偏向这个西方，孩子呢是父母的责任，必须自己带。把这个孩子扔给老人的话，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那到时候啊，这个矛盾就来了呀。小李的爸妈从这个老家过来，想帮忙带孙子，安娜呢可能会觉得
的，你们为什么要干涉我们的生活？这是我的孩子，我自己来。那小李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你说这个日子能过得舒坦吗？这最后啊，结婚了，那总得有个家吧？是在中国呢，还是在俄罗斯呢？所以你看，饮食、沟通、家庭、定居，这都是明面上的问题。这跨国婚姻啊，还真不是光靠爱情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那聊到这儿，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朱洛娃大姐那句话。她的一句话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她正好戳中了咱们中俄两国社会的一些新痛点和新机遇。这跨国婚姻啊，从来就不是买东西，不是说你缺什么呢，我就有什么，一拍即合那么简单。它更像是种一棵树，免签政策是给了你一粒种子，也给了你一片可以播种的土地，但是能不能发芽、长大、开花结果，靠的不是政策，而是两个人用心去浇灌，用爱去施肥，用包容和理解去修枝剪叶。没有任何人啊能靠着一本护照、一张签证就白白捡到一个幸福的家庭。这真正的关键啊，永远在于人，在于你是否愿意为了对方去学习、去适应、去改变。那当然啊，咱们也乐观看待啊。朱洛娃大姐的话呢，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未来随着这个中俄两国在这个文化上、经济上交流的越来越深，没准啊，真会出现一些好玩的新事物呢。比如说，专门为了这个单身青年打造的中俄婚恋旅游专线，或者是出现更靠谱、更接地气的跨国交友 app， 这些都能成为连接两国年轻人的桥梁。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这次免签政策推开的这扇方便之门。门后面呢，不仅有爱情的可能性更有咱们两国人民心贴心、面对面交流的无限未来。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关于这个话题，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